撤！姑娘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文将军，君上且慢。属下参见君上。君上，阿飞，阿飞，你没事吧？担心死我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没事就行。文将军，吴小姐，他是皇帝。我听文将军说，他是前朝的皇帝。这位是周姑娘吧？文将军，我爹他还好吗？啊，甘棠宫一切安好，就是十分惦记姑娘。当初文某断了姑娘一柄刀，姑娘不会记恨在心吧？日前听说在华容，君上遇上了地煞的人，我派人过去之后，华容早已经封城了。好在你平平安安的。还行还行。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你孤身一人闯荡江湖，太危险了。哎，那大可不必。你回去就帮我告诉甘棠宫，我不是一个人行走江湖，我还有。我可不认识什么君上。啊，周姑娘，吴小姐念叨你一路，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，叙叙旧。一会儿我给你准备车马，把你送回山寨。不行，我们招惹了青龙主的人，如果我们走了，可能会牵连一整个客舍的人。四象山的魔头也来了。是啊，我刚才灭了青龙香，折了青龙旗，怕是不能善了。这文将军来的正好啊。君上，传令下去，立刻疏散百姓。是。君上，客人都已经疏散完了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恐怕青龙主一会儿就到了。青龙主这祸事是我惹出来的，只要这客舍里还有一个人，我就不能走。这……哦，对了，子申现在何处啊？啊，已经在回健康的路上了。这次多亏君上在华容之时运筹帷幄，要不然这个事情不好收拾。正好遇上，顺手罢了。请君上务必跟我回去。哎，文将军，你就不能当没见过我吗？属下不敢。君上，这次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君上，君上就不要再为难属下了。你这里3层外3层，防贼似的围着我，我想让你为难，我有这个本事吗？当初王林将军统帅3军的时候，我朝是何等的威风。如今王林将军不在了，我等军中将士都盼望君上能够早日回来主持大局。你说的这些，我怎么都不记得了？哦，是属下失言。无妨。对了，帮我去问楼下那个厨子要2罐牛肉酱上来。
错过了，只怕今后都吃不着了。啊，这个锁终于能还给你了。阿飞，你还在生谢大哥的气啊？他呀，他除了腿，也就剩满肚子谎话了。他要是想说太阳打从西边出来的，也能坐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一天。不过，你说他好好的皇帝，为什么满江湖乱窜呢？其实，他也是个苦命人。他本名叫萧川，是前朝皇子。幼时遇到叛乱，皇宫被围，后来起了一把大火，本以为一个人都没能逃出来，谁能想到，有个老宦官冒死将小皇子送出了宫。后来前朝大将军王陵就把谢公子接回到了皇宫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谢公子被送到邻国当质子。在这个期间，武将叛变，更改国号，前朝覆灭。后来王陵将军拥护谢公子为帝，想要光复前朝。难道这就是他隐姓埋名变成谢梅梅的原因吗？这有什么不好跟我说的？故国不国，改朝换代。谢公子放着锦衣玉食不去，一个人在外面闯荡江湖，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他没有表明身份，也是自然的。差点把前朝皇帝捅成了马蜂窝。管他呢，是不是皇帝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我眼里，她就是那个满嘴跑马、一身霉运的谢梅梅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说你过来的时候，48寨的暗桩有给你送来一封我娘的手信。是，在我这儿。我娘说让暗桩直接送你回寨中。我娘这样说也有道理，你本就是千金小姐，就应该住在高门大院里，出门有香车宝马、丫鬟婆子伺候着才对，不应该跟我们天天在泥里打滚。48寨的生活虽然比不上你以前，但至少有人照顾你，衣食无忧。阿飞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娘信里只提到你，没提到你弟弟啊？按理说，他要是知道华容发生的事，不应该这么平静。除非这个信是假的，送信的暗桩有问题。看来我得回家看看。不行，青龙主这事儿，我跟幸云也脱不了干系。若是我们就这么跑了，怕是整个科社的人都要玩完了。哎，楚楚，我让文将军把你送到我爹那儿去吧，他一定会妥善安置你的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只想跟着你。不行啊，万一文将军和青龙主两拨人打起来，我怕我会无暇顾及你。怪只怪我能力不够大吧？要是我能像我外翁一样就好了。啊，阿飞，阿飞，我现在谁也不信，我
我只信你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什么物件，你别把我来回托付了。那行，你就在屋里待着，没我的信号，你千万别下楼。嗯。哎，爱莫能助。皇帝陛下，你搞什么鬼？求女侠，顺手把我也给带走吧。累赘一个也是带，两个不嫌多。更何况我出了事儿，我腿长自己能跑，绝不给你找麻烦。你都听到了？千真万确都听到了。女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嗯。从此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说你气走什么？女侠，那我求你，把我从这个窠臼里面救出去吧！我求你，这大恩大德，我来世做牛做马。阿飞，我一开始还在想，你这五湖四海的乱窜，当真是为了行侠仗义吗？现在看来，你不过跟李胜是一路货色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还离家不归。处理完这里的事儿，我就要回去了。我劝你也早点回家吧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免得你家人担心。我也想回家呀，我也想有个家人能够盼着我回去。你没有家人吗？家人？要说是亲戚，萧家那边可能还有不少，只是恐怕他们连半个家人都算不上。你不是还有一个义弟吗？子琛？嗯，是啊，我看着他长大，他对我也素来亲厚。他虽然是当朝的三皇子，我们的身份有差别，但是还好有他在。他们大白天的敲什么锣呀？猜不出来吧？就不告诉你。吉兄，
外边铜锣声四起，看来青龙主他已经到了。我家将军问青龙主安好，不知青龙主此番前来，有何贵干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文将军是让自己的手下来传信，所以这个青龙主也是效仿文将军的方法，同样让手下来传信，摆架子。不错呀，猜出来了呀，果然有慧根了。哼。我家主人言道：“此地南北不沾，但听说文将军在此，不速之客就不搅扰了。只是我家主人最近走丢了一条狗，听人说被人关在这客舍中，还有人公然烧青龙旗、灭青龙香。我等不过是来讨要个说法。”文将军也是个讲理的人，想必不会怪罪吧？你说是青龙主厉害，还是沈天寿厉害，还是段九娘？能与穆小乔齐名，自然是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这江湖之大，高手更是如过江之鲫。要想在这些人里面分出个长短，但怕是一件极难的事情。不过我相信你能成为这样的人，但是前提呢，我们要先从这客舍里面出去。不是文某不讲道理，只是这三春客舍中住了一位贵人，此处实在不宜各位久留。我们明天一早便走，青龙主不妨多等一晚。到了明日，你们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文某人绝不打扰。我们江湖中人本也不愿和将军为敌。好，还请文将军也稍安勿躁，我们就在客舍外等。等文将军明日一走，我们再来。撤。青龙主，你这青龙旗是我毁的，青龙香也是我灭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把客舍里的人放了，冲我来！你故意的。这种情形只能如此了。文将军，你们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护公子平安。是了，这就没错了。这种场合，以后有的是机会看，现在逃命要紧。哎，但整个客舍都被包围了。你还记得早上那个小白脸来的时候，华掌柜让他随便搜，结果一无所获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客舍应该还有一条密道？嗯。怎么，文将军？难道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就是将军的主子？我几次来这客舍的时候，找你都躲得不见踪影。我刚才要对那臭丫头下手的时候，你又出来的那么及时，想必你在这肯定有个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，赶紧从你的狗洞里面逃走吧！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想必出去自然有一番天地，那你还赖在这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？周姑娘不可，
此时若将他推出去的话，等于要了他的命。他差点要了你们的命，都是因为他才惹出这么多事儿来，你还护着他。抱歉，在下实在不想参与你们的私事儿，只想问齐大侠，你们说的那个狗洞，到底是在哪儿？怎么，你要进去？除非从我这儿过去。只要诸位不伤了他，我愿意带各位去。楚楚还在楼上。我先行准备一下，一盏茶后，后院谷仓见。好。好。今日若真的打起来，文将军，恐怕胜负也难分吧。青龙主所言极是。如果青龙主能给我们家公子一个面子，放了这儿的百姓，文某必定备一份厚礼，登门道谢。好，今日我就卖文将军一个面子。青龙香和青龙旗的事情就此作罢了，我也不会大开杀戒。但是，我的爱犬伶俐得很，今日若找不回去，恐怕日后我可不希望再有日后了。所以今日我一定要进客舍搜一搜。这件事情和你家主人毫无瓜葛，文将军。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？青龙主，请。有手。是。你们怎么不打了？公子，这个事儿就这样了，别让下属为难。等等。哎，这两位姑娘，是我家公子的家眷。这两位贵人，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刚说给我一个面子，怎么反悔了？啊，我刚才突然又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打一架比较爽。密道在谷仓附近，快走！真是后生可畏，周先生见了一定很欣慰。阿飞，别生于所了，去找几大侠。怪一个小美人私奔了。哎，打皇帝犯法吗？这打谁也不对啊！殴打庶民、殴打皇帝同罪。那就好。哦，分寸呢？啊？你真是皇帝吗？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
对，文将军看起来挺靠谱，他应该不会那么瞎。所以，是你投错胎了吧？不错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阿飞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哎呦，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文将军今日若是为你打架受了伤，那可就亏大了。你放心吧，文将军是你爹手下的第一高手，青龙主从他那里讨不了什么好处。走，我们去谷仓找启大侠。哎，楚楚人呢？不用找了，人在这儿呢。虽然我武功稀松，比不上你们这些南刀北刀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是我想，我要掐死这么一位姑娘，应该是不成问题吧？你就这点本事啊？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他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比你漂亮那么多呀？女孩子嘛，就要这样细细软软的才比较好。像你这样打打杀杀，小心长一脸的皱纹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忘记了，像你这样打打杀杀的，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。再说了，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？阿佩，我听启大侠这样称呼阁下，想必阁下大名就是这个了吧？敢问尊称是否是有因呢？你知道什么？周姑娘，刀下留人。我没想到她竟然学了青龙主的医学之法，是我失察，实在抱歉。哼，难不成你以为我加入四象山只是个幌子吗？怪不得小白脸说话藏头露尾，闹了半天是在鬼话连篇，等着没人的时候好杀人逃命。周姑娘，还是饶他一命吧，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。你听我外翁做什么？阿飞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殷文兰之后。山川剑，双刀一剑中的那一剑。剑乃君子，山川剑殷文兰是正经八百的出身名门，而立之年后，自成一代宗师。可惜飞来横祸，满门被灭。就他，山川剑的后人，看什么看？真这么不要脸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。报告主任，我们找遍了客舍的上下两层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一群废物！去，把狗给我找出来！堂堂北刀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客舍里面当厨子，还惶惶不可终日，非得挖个什么地道，真是不能够理解。人不当，非得要当鼠。那你呢？人不当，非要当狗？你懂个屁！我是人，自然不懂。让你跟着走就不错了，乱叫我什么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哎，诸位，这条地道是为了我和我那未过门的妻子修的，
我们两个想隐退江湖，隐匿于此，怕仇家来寻衅，所以特意挖了这条地道。哎，与己兄无关啊。周姑娘、谢公子、吴小姐3位，请先走一步，快。你先走。好。花掌柜，你这个手还能行吗？没关系。那就多谢花掌柜，先走一步了。请，阿飞，走。阿培，跟我们走。走。看来他们是在这边啊，给我追！阿培，阿培，华兄，季兄以前听你的，以为他只是年少冲动，情有可原。可今天你算是见识了，这种人你还护着他吗？你是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我今天绝不可以放过他。华兄，你时常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挂在嘴上，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英雄救美，受了重伤，差点要了命，他救了你一命吗？哎，纪云辰，他救的那个女的，后来找到了你是吧？是。你为何将那仅剩的一颗九环丹给了那女的，去救这胖子？当年我入关之时，家师相赠一颗九环丹，常人服下，有疗旧伤之奇效。你自幼娘胎带病，身体虚弱，我想等你再长大些，再让你服下，或许能发精洗髓。可是没想到，东窗事发。我知道了你的那件丑事，我怎么可能去吃你那颗九环丹？是，我酒后失言。纪云辰，你都不仔细想想，是谁把你灌多了？是谁从你嘴里套出来的话？是谁安排我在现场的吗？你闭嘴！那个女的看似单纯，其实城府极深。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圈套，让我跟你反目成仇，为的就是要那颗九环丹去救这胖子的性命。你有半条命，都是我施舍给你的，你还要杀我？怎么有2条路啊？他们呢？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恩怨，我们还是别插手吧。华兄，快走！季兄，我的命都是你给的，既然你那么想护着他，好自为之吧。多保重。华兄，当年修这个地道的时候，我留了一个机关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。这密道是你家建的？不要脸！你，周姑娘，花掌柜呢？
文将军的人还在客室附近。小宝贝儿，等文将军走了之后，你一定帮我好好的找一下我那条狗。胖子对这附近很熟，估计早安全逃脱了。这条路是往哪儿走的？这条路一直通往衡山脚下。在衡山脚下挖密道，衡山派没意见吗？周姑娘有所不知，当年两军在此地交战，打的是昏天暗地，民不聊生。衡山派一向颇受百姓敬重，有不少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，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可是，一旦插手，就怕会引火烧身。那后来呢？那一战，从掌门到几个辈分高的老人都折里头了。后来剩下几个零星的小辈，哪儿扛得起这么大一个摊子？有家的就回家了，没家的就跟着新掌门走了。新掌门带他们去哪儿了？据说那新掌门是老掌门的关门弟子，走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16期，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嗯。走。阿飞，他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？他大概满江湖跑的时候，净顾着听人家墙根儿了。撞到鼻子了。哎呦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快看看，阿飞有没有鼻血流出来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干什么？有虫子，你信吗？让开，恶心！哦，踩我脚！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到青龙主与官兵都走了，我们再出去，这样也好脱身。脱身？你们得罪了青龙主，想脱身？别做梦了！你要是得罪了青龙主，他追到天涯海角都得杀了你。现在你见这么个粗制滥造的地道就想躲过他，太可笑了。他不是你主人吗？他不救你吗？哼，倘若他要追上来的话，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我听说别人都是收徒弟，这青龙主收了18个一子一女，方才才有人称你为少主。不敢当，自甘下贱而已。你们没有听说过有人管自己的狗叫做儿子吗？每次我们见他的时候，都要匍匐在地上跟他说话。他还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一个标记。那你这只呢？有吗？这么大个标记，你刚刚没看见呢？真是作践自己啊！不敢当啊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最聪明，最顺从，也最会巴结他，所以他时常带我在他身边。九龙叟那个老家伙太不上道了，连主人的脚趾头他都舔不着，所以他就只能捏起鼻子跟着我拍我马屁，所以我就带他出来解决这个废人。按说呢，他老人家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，不过没想到，北刀就是北刀啊，身边人才济济，哼，厉害。唉，让这九龙叟折在了里面。平时如果我狗仗人势犯点什么事的话，挨一顿鞭子也就算了，可是现在，一顿鞭子那是解决不了了。哦，回去要挨打了。当年南北双刀并称双绝，南刀李征在湖湘，北刀关风在关外。
李老寨主交友极广，后来扛起了48寨的大旗之后，更是举世闻名。相比而言，关峰关老前辈就没有那么爱问事了。他比李老寨主还要年长10来岁，早年间还有一些传闻，但是自从那次武将叛乱后，他便没有入过关，逐渐就成了个传说。我倒是听我娘提过一点双刀的事。南刀极凛冽，有北风卷雪之势，而北刀似水，人称断水蚕丝。原来北刀这么厉害。他不仅刀法厉害，卑鄙无耻起来更厉害。我年少时刀法出城，拜别恩师，执意要入关。师父也曾劝过我，但是我却认为是师父胆子小，老了。我不听，师父竟劝不住我。临别之时，他耳提面命，令我凡事三思而后行。他说：“徒儿啊，你手中之刀，就譬如农人手中的锄头，长房手里的算盘。锄头与算盘都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，千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刀怎么能跟锄头算盘一样呢？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，自然便不听。我心想，刀乃利器，这刀法中若有魂灵，那么断水蚕丝就是我一手一脚一魂一魄，怎可被比作锄头算盘之类的蠢物？入关之后，果然，凭我手里这把刀，我纵横天下，很快便闯出了一些虚名。我好不得已，我有心想，就在此开宗立派，让北刀重现人间。半年之内，我连下7封战帖，打败1干高手，直到那北刀纪云尘刚入关，就连挑7名高手，至今尚无败绩，属实厉害啊！那是因为他没有碰到殷大侠，你知道吗？他师傅关峰当年之所以龟缩关外，几十年不踏入中原半步，正是因为败给了山川剑殷文兰。可见断水蚕丝不过2流，竟也好意思同破雪刀并称南北双刀。哼，江湖传言，我看也是。燕大侠今后打算去向何处啊？还没有做打算。客官请慢用。来，行。少侠，请回吧。殷文兰，你不敢应战是吧？好，我就在你府门前等你3天。你若依然闭门不出，我就公告天下，你山川剑不及我北刀。殷文兰。我娘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就敢闯入地煞山庄，和段九娘以2人之力抵抗3大地煞高手。而段九娘20出头的时候，已经靠一双窟窿手横行江湖。就连纪大侠，也是初出茅庐便一刀经世，心里开始惦记着要开宗立派。可我呢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手里这刀
确实和锄头算盘没什么区别。嗯，吉大侠，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这儿干啥？哪儿来的野小子？走开！我可不是野小子，我可是山川剑殷文兰的儿子呢。你是殷文兰的儿子？那正好，进去，本爹姑叫出来。不去。为什么？我是偷跑出来的，他们叫我读书，我不想读书。那你想干什么？玩儿。那好，叔叔就带你去玩，等你玩够了，叔叔再把你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嗯。悄悄的，谁也不能让知道。走。话说，这关风一柄长刀直取殷大侠，俩人大战了300回合。列位，这300回合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是打得天昏地暗，地动山摇，日月无光啊！嘿嘿，那是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啊！啊，毕竟是我殷大侠，那是武功盖世，那是举世无双啊！一把山川剑，打得北刀丢盔弃甲，满地找牙呀！叔叔，北刀是谁啊？既然被我爹打得满地找牙，我真想见见我父亲的手下败将。列位，关风这厮，哪怕是一听到我这殷大侠的威名，干嘛？那是下来。干嘛呀？我还要听书呢。躲在被窝里。若不是听那些叔叔卖唱的伶人编的段子，我也不会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，所以你就扣下了他的孩子，逼着他前来应战。那孩子就是你吧？老爷，出事了。去把家给我拿来。是。我爹就算是带伤应战，也能打得你屁滚尿流。没错，我不是于前辈的对手。纪少侠，你为逼我应战，竟不惜出此下策，绑架我儿。辱师之仇，不得不报。今日，我就要为北刀正名。
我才知道，在我无端挑衅之前，殷前辈刚刚大发过地煞，他身上本就带着伤，又在我的逼迫之下，无奈带伤前来。当时对战的时候，他本可以杀我。今日是输是赢，我北道都认。大不了10年之后，一切从头来过。但是你硬生生将剑震断，你分明是在羞辱于我。季少侠，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找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老爷，老爷，家里出事了，咱们家里被人抄了。什么？你把我爹引了出来，坏人趁虚而入，引得我们满门被灭，全家110号人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。怎么只有你还活着呀？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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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送小英佩回去的时候，殷家已经被灭门了。这么小，就要看到自己的家人们死在面前，这心灵得受多大的伤啊！季前辈，言语好似飞沫，有忠言如良药的，也有见血封喉、勾魂乱魄。出的人口，入了你耳。一旦你往心里去了，便是在无形中被人摆布了。人心险恶，譬如九幽深谷。别人心计千重，算你一片赤诚。你当时年纪又轻，一时冲动上了当，本不必太自责。你懂什么？你懂满门被灭是什么样的滋味吗？殷少侠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讨债讨错了人，别人纵然觉得你可怜，不怪罪你什么，你就真当自己赢了吗？那真正的始作俑者，岂不是要笑你傻？谢公子，不必为我开脱。是我犯了错，我欠的债没什么好抵赖的。养我的人，就是间接害死我全家的人。你是无意之中得知殷家覆灭和纪云辰有关，因此愤而出走，又碰巧遇上了青龙主，把你捡了回去。诸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送你们出去吧。将军，如何？可有行踪？君上这一跑，简直就像是鱼入了海。君上此次带着周姑娘和吴小姐，肯定要比一个人的时候目标大一些。要不要属下再去寻找一番？罢了，君上要去哪里，我们岂能拦得住？你们先回营，把这件事禀报给甘棠公。是。撤。
丁主任，那文将军似乎已经出了城，往南去了。很好。那是衡山方向。走。出来了，多谢季大侠带路。不必客气。谢公子准备去往何处？哎，我不过是一个闲人，何处不可去。不过二位闹了这么大一场，要去哪里呢？你们要是有意，都可以跟我回48寨。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是啊，你去不去？倒是那小白脸有点问题，带着麻烦，弄死也不成。难不成就地放生吗？我呸！哎，你仗着你是南刀的后人，你就这么大言不惭啊？要是没你外祖父，你连狗屁都不是。你们南刀北刀加起来，是我山川剑的对手吗？哎，少说两句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嘴里的山川剑。行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阿飞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放心吧，他呀，怕是连山川剑的一招半式也使不出来。我呢，虽然不如我娘和外祖父，但至少我不会卖祖求荣，给别人当狗。臭丫头，你要是再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撕烂了你？青龙主来了。你不说那文将军靠谱吗？怎么那帮敲锣打鼓的这么快就追来了？嗨，他打一半发现人没了，肯定就没心思跟这些门外道打了，自然就匆匆离去了。你踩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看那样子就来气。当务之急，赶紧跟我走吧。这里地处偏僻，我相信应该已经甩了他们了。项圈都没摘得高，别人是抱不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日服食一种丹药，身上有味儿，人是闻不到的，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术才能闻得出来。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能找得到。你有话不早说，非得这时候才说。既然你不及时说，那你就闭嘴吧。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，本座
赏你们一个全尸。是吗？本王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。本王刚开始还有点不信，不过看秦龙主这不打自招的阵仗，看来那件事儿是真的。把山川剑交出来，本王保你一命。你说你一个青龙主座下的狗，死也变死了，丢也变丢了。青龙主为何追了你这么久？这是青龙主的作风吗？哼，少侠，你自己前后编了那些瞎话，哪一句对得上？劳烦以后编瞎话多费点心思，动动脑子。哦，原来闹了半天，他追杀你是因为你偷了青龙主的东西，还糊弄九龙总那个大傻子为你保驾护航。要不是猜出这把山川剑可能在你身上，你真的以为本王会捞你一命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？我说文将军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敢问阁下，是哪一位贵人啊？出来一个能帮我的人。我家君上乃是皇室血脉，不错，我的身份高贵，所以文玉要一直保护着我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跟着，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，就给了我把少剑。这少剑一放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来保护我。青龙主，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世上只有苦主讨自己东西的道理，其他人都名不正言不顺。如今那个苦主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我抢着山川剑，都只能算是贼。像青龙主这样的前辈，想必是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儿吧？哼。走吧，多亏有西公子在。瞧他那德一样。这般可行？那也只能试试了。刚才看到他的腿了吗？他是不是受伤了？应该是跟文玉将军对战的时候伤了腿。若非如此，我哪敢赌这一把？不过文玉本人未必斗得过这臭名昭著的大魔头，但架不住他手下兵多，而且个个令行禁止，先前总该让他吃了瘪。倘若不是青龙主有伤在身，哪怕我今天唱的空城计也无可奈何。若真是有后援，想必也未必能唬得住人家。如今这山间乍看平静一片，我越是有恃无恐，青龙主就越是好好掂量掂量。主人，真的不追吗？文将军口中的那个贵人，想必就是眼前的这位少爷了吧？刚才我们已经吃了文玉一次大亏，险些折在那三春客舍外。难道你就没看出来，文玉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吗？如果他真的是皇室，
这件事恐怕就麻烦了。确实，主人说的是，我们也不好与朝廷为敌。这丘龙主会跟来吗？你猜？现在这么严肃，你还能开玩笑？我的谎话应该撑不了太久，我们还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吧。寻香鼠生性敏感，如果遇到人多的地方，一定会东躲西藏。你们再看，刚才寻香鼠顺着山路放心大胆往上跑的样子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。不好，露馅了！快跑！走。差点忘了那该死的老鼠。你们先走，我等候。走。给我追！阿斐呢？周姑娘留下来断后了。他断什么后啊？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嘛！徐大侠，这样，你先带吴小姐走，我去找阿斐。好，稍后跟你们会合。若是半个时辰后还没有见到我们的话，我带他们俩先进入衡山密道，然后我再送吴小姐去48寨。好，多谢。丹田气海已经被那几刀抽空了，这会儿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，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罢了，也只能学幸运那厮唬唬人了。司象山是吧？我看你这水平，还不如穆小乔呢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？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！哼！瞧好了，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，让你开开眼。给我追！你单挑青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？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，就你这点力气，顶多拽来试。哈，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。笑什么笑？这货全身透着古怪，我
我却依然能无端的信任他，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前，先逃命要紧。你找什么呢？密道应该就在这附近了，非常隐蔽，挺难找的。阿飞，阿飞，这边这边。好汉真牛啊！哎，刀呢？啊？要你管？手无寸铁还敢跟青龙主继续纠缠，你可……哎，虽然不是刀，但是我也没别的了，凑合用吧。你哪来这玩意儿？拿来壮胆吗？刚才捡的，不是我说你自己私下里挤兑自己人，怎么这么机灵啊？哎，这位英雄，咱能不能别以后一到关键时刻就想着动手解决一切啊？阿飞，你们别争了。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这么莽撞啦？啊，我们都很担心你的。他不好好的吗？我不是也好好的吗？啊，是你人是好好的，但就是啊，每次都要赔上一把刀。哎，等我回去啊，准给你做一个特制的杯匣，7、8个插口，插满排一圈。等你出了门呢，插上个7、8把大砍刀，准跟开瓶似的，又好看又方便，省得你不够用。你回哪儿去啊？跟你回48寨呗。走了呀，阿飞，快点走啦。确实是有打斗的痕迹。我看青龙主啊，多半伤得不轻，我们可以先在里面避一避，他也不会逗留太久。这里就是奇门禁地啊！去找些清水来。做什么用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机关的，除了那外，得把那小水碗灌满了水才成。这么厉害？
来，跟我来。周姑娘，吴姑娘，还有萧，那个，都是蒙他们的，叫我小谢就好。哦，那请问谢公子，刚才你与青龙主所说的山川剑是怎么回事？这8成是他瞎编的。抱歉，那个确实是我瞎编的。哦，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，但是不知道真假。什么事？当年据说南刀被地煞追杀时，一路且战且退，几度怀疑自己跑不了的时候，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把自己的兵刃毁了。真有这事儿吗？我怎么没听我爹说过呢？这件事情啊，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哎，你们想，倘若是一个人在被追杀的时候，不想着怎么脱身，反而是会毁掉自己的兵刃吗？那自然不会。后来将会有一些好事者编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，说是有一种邪功，只要能拿到传说中武林名门的随身兵刃，便能获得他生前的成名绝技。这一看就是胡说八道，煞有介事的胡扯。可这纪大侠是个老实人，他应该相信了。纪大侠，你不必看我，我也就只是听说，但是我研究这些啊，特意去学了打铁铸剑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分明是无稽之谈。谢公子，你是要告诉我，当年青龙主算计殷前辈，就是因为听信了这种鬼话？这个，你恐怕就要去问殷公子了。殷少侠，你现在可以说一说青龙主为什么一定要抓你回去了吧？你多年前得知殷家庄覆灭的真相之后，一怒之下与你的养父反目，这个我倒信。但是我不信你在青龙主座下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竟然会大老远跑过来杀一个已经废了武功的人。所以他表面上气势汹汹的带着九龙叟来找麻烦，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九龙叟。他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杀人，然后在你一根筷子打掉他的4名鞭之后，没有说躲开，反而是见了三春客舍，直接就来找你麻烦。那是他故意找茬。不错。挑了事情之后，他又顺理成章的被你抓住，还嫌麻烦不够大，不断激化矛盾，叫你杀了九龙叟。怪不得这一路不要脸的跟着我，被抓了还不跑。后来青龙主赶来，跟文玉冲突上，他才趁乱跑了出来，还打算劫持吴姑娘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借上文玉之势了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也机缘巧合的跟我们跑了出来。周姑娘，你既然这么聪明，那你干嘛要问我？跟殷公子算无一策比起来，在下可就是个蠢人了。他已经不能拿刀了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一整个客舍的人都杀不了九龙叟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这个野丫头，从哪儿来的这么好的运气啊？家世深厚，刀锋锐利，又被惯出了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。哎，你这话
你到底是想骂我还是想夸我？我要是当年不被这个纪云辰带出山庄，学了山川剑，你今天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说谁？说你呢？你何必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？是也不会怎么样，大不了就是纪云辰跟一个客车的倒霉蛋儿都死在九龙锁手里罢了，又关我们什么事？所以，你只要随便找一个借口，说跟纪云辰有仇，身为邪魔歪道，跟北道后代有仇也是理所当然。九龙叟根本不会怀疑。倘若纪云辰就此折了，那九龙叟也只会沾沾自喜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你姓殷，更不会想到你这次逃出来，根本就没有打算回去。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北刀传人，在江湖上消失了这么多年，这不还是活蹦乱跳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择手段也要活下来，对不对啊，纪大侠？背信弃义的人我见多了，但是如今见到殷少侠，才知道狼眼也不是很白啊。谢公子刚才有句话说得好啊，那老魔头当年偷了我家的东西，那他就是贼。不管是山川剑也好，其他东西也罢，他都姓殷。我现在拿回了我家的东西，是不是理所应当？既然是理所应当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人？难道我要再招一群贼吗？行行，殷公子，好自为之吧。啊！你看什么看？滚！你怎么又出来了？我在里面待得太烦了，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这儿吧？你又想提刀就上，跟青龙主正面对峙？那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那就好。行了，那我先出去探查一下。哎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轻功好，跑得快，你呢？武功好，再去打一架。好了，先回去待着啊。嗯。松手！哎呦！楚楚。嗯。哎，谢公子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啊，他去探查情况了，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吧？嗯，他轻功那么好，一个人应该没问题。这家伙就是个废物。哎，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一个人的轻功若是高到一定境界，硬功或许不算擅长，但也不至于完全不会。确实，我没看他用过什么招式。一个人倘若没有跟人动武的经验，对对手怎样出手没有一定预判。如果只是光靠着四处流窜、逃跑躲闪，哪怕跑得像风一样快，也不可能像他这样游刃有余。可是我确实只是见过他跑啊。那是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不去问他，他也不会说。谢公子，他真的挺神秘的。哼，是啊，还满嘴没一句实话。画什么呢？给你看看。这是段九娘的库龙手。嗯，你看出来啦？我还怕我画的不像呢。你画这个做什么？哎，不对，你怎么记得这些招式？
我小时候记性比较好，过目不忘。那个时候看到你跟段九娘在院中比武，我就想着先把它记下来。这几天也听了很多江湖旧事，特别是殷沛说的那些话。我觉得武学要是这样中断了，那真的挺可惜的。所以你就想把它记录下来？嗯，先凭我的能力吧，记一点是一点，说不定以后有什么武学奇才，能够从这些记录里面得到一些灵感，把武学传承再继续下去。做成典籍，确实可以流芳百世，为后人所学。楚楚，你这个想法真的不错。其实我也没想这么多，只可惜吧，就凭我一个人的能力，也只能到这儿了。我怕这段九娘的枯荣手会成为绝响。我对枯荣手的理解也只有皮毛而已。不过，我体内已经有枯荣真气了，你又把它记录了下来，那就说明段九娘的枯荣手并没有彻底的变成绝响。哎呀，只是怕我练不好，丢人。哎呀，阿飞，你可不能这么想。段九娘自愿把枯荣手传给你，就是认可你，她看中了你，而且你现在也和这些高手过招了，你也很棒。人呢？主人，整座山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。此乃衡山脚下，他们一定躲进了密道。传令下去，转战衡山派就职。是。少侠，你应该饿了吧？要不要吃个果子？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我觉得你这一路也没怎么吃东西，体力会不支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没有毒的。我就不吃，反正都快要死了，吃不吃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懂不懂解旋？走吧。你听到什么了吗？是风吧？没有人的轻功能那么快。主人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这都找了1天了，还没有找到，要你们何用？阿肥，查探怎么样了？这个密道四通八达，有很多机关，而且有很多分岔口。我们人在地下，本来就容易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再加上我们没有地图，很容易就被困在这里。这怎么办呀？我不想一直在这洞里待着。
没办法了，现在也只能先在这里避一避了。希望他们能快点离开这儿。周姑娘，周姑娘，我听说修习破血刀者常常大器晚成，但是我看你的刀法出尘火候，你从小就开始练，练几年了？我娘在我临出门的时候，娘说不要轻易透露底细。我不是从小学的，大概2、3年吧。2、3年？嫌太长了。1、2年吧，反正差不多。除非是走捷径练魔功，否则但凡是天下绝学，那都得有个数十年之功来填不可。你这进境已经堪称神速了。行了吧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就我这水平，现在就是有辱家学。苏亚飞，你到底学了多久？8年多吧。我体内还有窟窿真气，感觉正在渗透到每一世的破血道中。是啊，这一路上又几经生死，我们不怕死的周大侠被各路英雄又锤炼了一遍，也是难得的机遇啊！你偷听我说话，干嘛呢？后生可畏。主人，入口在那边。我看你们这下往哪儿跑？当年衡山派出逃之时，密道口故意不封，就是为了拖延追兵。若是没有熟悉密道之人引路，他们一时半刻应该找不到这儿来。我看敲锣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，大家不必慌。是啊，我刚才探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结果。要不是我熟悉这里的路，否则很难从外面走回来。那老家伙进来容易出去难，今天谁到底死在这儿还说不定呢。要不然他们偷偷摸摸进来偷袭我们便是。敲什么破锣呀？我带领珠宝，金银珠宝，灵活绸缎，何曾例行过？贪财也好，好色也好，想要什么，何时不给过？要个弓箭枪口做什么？山川剑都碎成8段了，不值钱的。你现在乖乖的还回来，我绝不追究，好不好？看来青龙主是抓不到你，誓不罢休了。20年前，他为了我父亲手里的这个宝物，不知道算计了多少人。如今，这东西落在了我的手里，是被他自己亲手养的狗偷走的。你告诉我，他能有什么好心情？莫非你这狗东西，还跟殷家有什么关系不成？那就更不用躲了。当年殷家早被我手下这帮兄弟灭了门，你这年纪，不定是哪儿冒出来的野种呢？我最讨厌别人叫我野种。不妙，我好像听人说，青龙主手下有一批敲锣人，他们都是瞎子，能在黑灯瞎火中靠3更锣的回音判断前面有什么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些胡同还有机关，他们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探，就能及时退回来。恐怕这密道困不了他们多久了。
季大侠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多久能找到我们？这倒不好估量。倘若真如你所说，恐怕很快就会找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先出去探一探，万一外面暂时安全的话，我们先撤出去比较好。你放心，48寨我都探得，衡山密道也不在话下。你先在这等着。怎么老往外跑啊？周姑娘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说。青龙主等杀。来者何人？躲躲闪闪的，算什么好汉？往前走。像你这样的女孩，若是换成别人来教，肯定会让你选择尖刺、长鞭这等省力机巧的兵刃，要不然，也会让你习得一手出神入化的暗器功夫。只要轻功过得去，也足以保命。真不知道你的长辈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让你用刀，还偏偏传了破血刀给你。是，已经不止一个人说我筋骨不够粗壮。练刀事倍功半了，所以呢？那有没有人问过你，以你这样的出身和模样，即便是骄纵无能，也足以顺遂地过完这一生，让你不必在刀尖上舔血，四处颠沛流离。绝世的才华与倾城的容貌，本就是这世间罕见的宝物。但是，一旦对他生出倚仗，他也很容易变为你这一生无法摆脱的魔障。我当年就是太过恃才傲物，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才会犯下那样的错。哪儿这么多废话？到底想说什么？好，那你记好，将来谁同你说这样的话，都是在害你，你连一个字也不要信。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可要听好了。前辈请讲。当年并称南北双刀，南刀极烈，北刀极险。又说断水缠丝乃杀人之刀，而破血乃宗师之刀。修习破血刀者，如同风雪夜独行，需心智极坚、毅力极大者，或能一窥门路。尤其是无匹、无常、无风三式，乍看之下，这招式平平无奇，但是很多人哪怕穷极一生也无法参透。若是过不了这一关，即便是刀法再精，内力再深，也只是无魂之刀。周姑娘，我是担心你修炼多年，恐怕也会一事无成。你说这么一大串，就是想咒我一事无成？哎呀，哎，我出去探过了，青龙主啊，留了一些人在外面巡山，不过人不多，大批人马都下了密道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出去比留下来安全。要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
周姑娘，你到底是想和他们一起逃，还是愿意留下来冒一次险，与我一同杀了青龙主？若是你愿意留下来，与我杀了青龙主，我可以将断水禅丝传给你。你只需要帮我拖住青龙主，剩下的我自有办法解决。不行！你让一个小姑娘替你升抗思想山的4位主人之一，除非给他吃一个太上老君的仙丹。季大侠，不是晚辈无礼，而是是非宠辱都是过眼云烟，能忍一时又能怎样？20年前你就非要钻牛角尖，现在你还钻，你阿匪！那个小白脸的死活，我当然可以不管。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楚楚。你们先走。你。既然你说你自有办法，我可以留下来帮你。不过我的话你也听好了，我留下来是为了对付那只大老鼠。至于别的，你不必教，我也不会学，更不会转投其他门派。南北双刀并行，我看在我外祖的份上，本不该对你不敬。但如今见识了你这样的前辈，少不得也要说一句。断水禅丝算什么东西了？是啊，断水禅丝，它不算什么东西。但不管如何，谢过姑娘了。我们先去把洞堵上吧。找到他们了吗？回禀主子，这条通道里没有任何阻碍，他们应该就在最深处。好，继续往里追。是。搜魂针。你刚刚说什么针？周姑娘，想要应对青龙主，只有我北刀招式可以牵制住他。别看我现在如同一个废人，但以我曾经的功力，足以与青龙主一决胜负。我要用这搜魂针逼出我以前的功力，但这搜魂针一旦下阵，我需要闭目养神1时半刻的功夫才能起效，还要劳驾周姑娘帮我牵制住青龙主，待到我回光返照的那一刻。好。先前你看不上我北刀，那我可否以断水禅丝向你领教一二？怎么领教？恕我不能武斗，周姑娘可知何为文斗？武斗是交手，文斗是过招。
文斗中人呢，或者只是互相解说招式，或者是在互相不触碰的情况下比划个1、2，谁也不伤谁，非常和平。周姑娘，请。周姑娘，请你用南刀招式出3招，我以北刀来应对。请。怎么突然之间，阿斐的状态就变了？因为在阿斐的眼里，他刚才已经被断水缠丝1刀2断了1次。外面的遮挡只能骗得了他们一时，最后恐怕还是需要周姑娘出手相助。此地空间狭窄，他们人数再多，也难以一拥而上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这青龙主最擅长以强欺弱，他一看你是个小姑娘，必然会亲自动手，他的内力远在你之上。你所能倚仗的，就是绝代刀术。接下来，我就让你看一看这绝世的杀术。在这1宿时间内，若你能在此刀下走上20招，青龙主一时半刻奈何你不得。再来。主人，左面通道没有发现情况。主人，右面通道没有发现。主人，我们也没有发现。难不成他们会在山洞里面消失了吗？去把顺风锁给我叫过来。得令。为什么不出招？因为除非与你对阵的人功力远逊于你，否则你刚才那一招要是变不过来，不是兵刃脱手，就是伤了自己。连你都看出来了？季前辈，方才是我口出狂言了，请多原谅。哎，季大侠，您说的一时半会儿，到底是要多久啊？是1顿饭、1盏茶，还是1个时辰？要是1个时辰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去给大伙买几个棺材，还能便宜一点。说什么呢？一边待着去。谢公子，这个还真的不好估量，也许1盏茶，也许就是1个时辰了。谢公子，你是不是还想劝阿斐啊？
这个丫头片子，耐心就2张纸那么厚。我要是再说下去，就是喋喋不休的讨人烦了，要被她在心里踹飞2里地了。阿斐虽然脾气不大好，但是他是我最值得信赖的，你别这么说他。软化别人是不行，这要是来硬的，可就不是2里地那么简单了。阿斐，阿斐，阿斐，啊，我还要带吴小姐走呢，万万不能待在这里。她现在不听我说，你来跟她说。阿斐，我跟着你，你留下来我就留下来。吴小姐，穆小乔什么样？你可是亲眼见过的。嗯，我见过啊，而且这个青龙主应该也不会太差。怎么了？此人为四象山主人之一，就说明他除了武功以外，还有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手段。他一旦顺着这个密道过来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对付得了的。落到青龙主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？我不吓唬你，你自己想。楚楚，你跟谢大哥先走，这里交给我跟几大侠就行了。我以为一个人最难的，未必是要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应该先知道轻重缓急。什么时候应当一往无前，什么时候应当视死如归，什么时候该谨小慎微，什么时候又要暂避锋芒，都要心里有个数。该勇时优柔，该退时发疯，也不知道是哪家君子不合时宜的道理。姓谢的，你是在指桑骂槐吗？我只希望我指的人能够明白我的一片苦心。你以为我就不想回家再好好练练刀吗？只是像青龙主那样的霸主，必须早死。谢公子眼光独到，看得出来精通不少兵刃，可有专攻过刀法？惭愧，在下专攻的只有一门，就是如何逃之夭夭。单刃在前是刀，双刃是剑。刀乃百兵之胆，因为有刃的一侧永远在前。不错，只要不是自己抹脖子。若是没了这点精气神，什么断水沉思，还是破血，都成了凡铁蠢物。我就是前车之鉴。破血刀有劈山撼海、横切天河之势，如今当斩之人近在咫尺，他杀心已起。你若此时劝他退避，想必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此时的无能与怯懦。纵使他能够活到7老80，那他在刀法上的成就，恐怕就止步于此了。不用说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要是真怕死的话，早就离你远远的了。我说错话了？我当你是平生知己，你却当我怕死。几大侠的搜魂针凶险，我替你把关护法。谢谢。现在就指望你了。
不要让我失望。通罗镇。周姑娘，时间不多了，再来。好，再来。阿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其实，如果几前辈武功没有废的话，阿斐倒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。为什么？他的武功杂而不精，与人交手时又颇有极致，常常能出其不意。尤其是跟那老道士学了伏幽阵之后，他这千变万化的风格，更是如虎添翼。即便真的遇上青龙主，也能周旋几拳。可关键就是，他与几前辈并不是真刀真枪的动手。不是真刀真枪，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文斗，在外人看来，可谓是又平和又无聊。因为你根本看不懂两个人在比划什么，但是对刀法和剑术的要求却是极高。因为在武斗时，灵敏、力量、内外功夫，甚至心态，都有可能会影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阿斐坐在这儿文斗，会限制了他的发挥？是啊，眼下齐大侠就坐在下面，阿斐不能围着他上蹿下跳。首先伏幽阵法就使不出来了，而且他也不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招数去对阵断水禅丝，他只能用破血刀一招一式的与他你来我往。这确实也是为难阿斐了。齐大侠是北道的极大成者，虽然武功已经废了，但一点一动俱是步步惊险，能轻易将人卷入他那看不见的刀锋中。也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阿斐可不可以成功？他又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？主人，找到了。阿斐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周姑娘，刚才你完全接下了我5招。刚刚在刀与刀接触的一瞬间，我好像摸到了山势的精髓，以极薄撬动极尖，以极幽微撬动极厚重。虽然山势破血刀的第一式我早都已经学会了，但是直到刚刚被前辈激发出来，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领悟到了。可以啊，这短短的时间里就悟到了上乘武学，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人中龙凤，得天独厚，天资卓越。还有，我刚刚还在想，9式破血刀平时都是排着队的，但我是不是可以将这2招合并在一起用？据我所知啊，单刀的时候你向左砍就没有办法向右劈，因此2招并作1招肯定是不行的，除非
是融会贯通的大家才能改良招式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我忽然发现，每次我辅以不同刀式的时候，我体内的枯荣真气，仿佛都是在提点我刀中之意。李老寨主的刀意落在无风，李大当家的刀意落在无匹。姑娘，那你的刀意呢？刀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北刀似水，刀断不了水，那我又何苦每次使出蛮力来对抗北刀？被北刀以柔克刚，反而消解了我破血刀的劲道。我要落在无常。不愧为南道的传人，周姑娘，你在武学上的悟性极高。我看青龙主应该很快会到，不如趁热打铁。好。习武练功是为了什么？有的人呢，可能是奔着开宗立派去的；有的人，可能终生都矢志不渝地追寻着天下第一。但阿斐这里，阿斐对武功有极强的兴趣，但对天下第一的称号根本不在乎。是啊，他争强也好胜，但这争强好胜的心并非十分执着。这说起来，倒有点像五柳先生，没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谢公子真的很懂阿斐。不好，听这个声音，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再等等看，不一定能找到这里。他们两个这时还需要多久啊？以他的悟性，倒也不难，只是这周围一直都是吵吵嚷嚷的破锣声，很容易扰乱他的心神。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扛得住。他们好像走了，看来我们那个假胡同骗过了他们。也许吧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好骗。希望还能再撑一会儿。